因为科学见识没有用嘛，所以刑警就很喜欢用什么？他们称为科学办案。以现在来讲，叫做刑求逼供，不是去采指纹、采什么东西的。他说我们把它弄个科学办案，科学就是力量，然后快、很准。所以呢，刑求在那个年代几乎非常的盛行。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的来宾呢是台湾鉴识界的先驱谢松善，江湖人称阿善师。那强者我朋友阿善师强在哪呢？他是前台北市刑事鉴识中心主任，在鉴识领域已经工作33年，有非常丰富的鉴识经验。退休之后，不只开了 Podcast 阿善师鉴识实录，分享刑案解析鉴识科学，还担任过很多影视作品的鉴识顾问，像是华灯初上鉴识英雄、谁是被害者的剧组都找过他。今天呢，我们会来问问阿善师，到底鉴识警察都在做些什么？在他33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台湾的鉴识科学有没有哪些改变？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爱听音乐，想要随时享受立体音效环绕耳边的感觉吗？为你介绍 Extra Vibe 防水环绕蓝牙音响，无线设计，放哪都 OK， 室内户外用都方便哦。这款蓝牙音响搭载了独家 X Surround 实境环绕音效，高音质搭配小机身，为你打造移动式蓝牙剧院。加上跨界多用音响设计，不管是在家看电影、打游戏，或是露营、打球时想要听音乐，全部都一起搞定。另外，一键自动音场最佳化，音响怎么摆都好听，还采用了专业技术，提供饱满的厚实重低音，而且音量调到最大，也不用担心破音。现在上泽泽预购，享独家6折的优惠，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小77，结账再折150元。马上点击 YouTube Shopping 的栏位，了解更多吧。OK， 那就先请我们阿善师跟我们观众简单打个招呼吧。各位志祺77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善师，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接受访问，谢谢。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镜头外也还有我们的企划阿廖，也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嗨，大家好，我是阿廖。因为我们团队小时候就很喜欢看这个美国影集 CSI 犯罪现场，然后每次呢都会被一个小小的线索，然后变成这种破案关键的这种剧情，搞得可能有点热血沸腾。不过长大之后，我们就开始有点好奇，就是现实的这个鉴识的现场真的有这么的戏剧化吗？ CSI 犯罪现场呢，对我们鉴识工作帮助很大哦，怎么说？因为帮我们宣传哦，让大家更多人不然以加入。前呢，鉴识科学这个东西呢，大家不太重视，而且呢，一般呢，大家不会特别去想要了解。但是呢 ，CSI 影集呢，在国外、国内呢，非常的很热门，它正面的意义呢，帮我们宣传，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哇，这个现场呢，我们要采证据等等。但是呢 ，CSI 犯罪影集呢，它太美化了 ，OK， 把它理想化了，因为你戏剧嘛，有戏剧的效果嘛，因为我也知道那个戏剧拍摄嘛，所以戏剧有戏剧他们的要求，但是实务上呢，那个现场并不是那么理想。他已经把它理想化了，而且很多案子呢都已经蛮顺利的美化了等等。对对对，但是侦查跟鉴识工作其实是蛮辛苦的，而且最难的是什么？那种有臭的，已经烂掉1个礼拜、2个礼拜，哇，那真臭啊！假设啦，这样的一个空间，一只死老鼠，你都受不了。我之前有遇过是家里的附近就是有人应该是不小心跌倒，然后就过世了。那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重，永生难忘。在走过去的时候，闻到那个味道，我就想说，这个味道是蛋白质腐败的味道。然后但后来我就想说应该是厨师，就是有联系，然后后来也真的就是那边有封掉这样子。所以那个味道，而且你不是待个10分钟啊，我们要待10个小时，它是会扩散的非常非常快。10个小时啊！为什么我们要采证呢？要采地上的脚印呢？要采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基证呢？所以鉴识工作，你不要想象说，哎呀，去了好像光鲜亮丽的，然后穿的衣服，我们有时候忍受，那回来那全身都是跟尸体的尸臭。哇！所以我老婆一回到家，远远的站住，不准进来，我要脱光，把所有的衣服在阳台脱光，全身光溜溜的，先赶快跑掉浴室先洗，然后衣服全部泡水。还有很浓的那个漂白水等等，就这样弄啊！你看，连头发就马上要去洗，不然你回不了家。里面最常被夸大或美化的地方是哪里啊？夸大的就是，比如说呢，现场他们采到东西以后，就直接跑到实验室，然后实验室呢就分析，分析一个结果之后，马上呢就是枪带着，然后呢就出去抓人。这个情节呢不太会出现，因为我们一个犯罪的调查呢，第一个呢要有侦查的。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刑警。刑警是跑外勤的，但是呢，另外在刑案现场的部分呢，必须要有鉴识人员去收证。刑警负责调查，鉴识人员负责收证。收证完了以后呢，再把讯息给刑警。不是鉴识人员自己然后带着枪就出去抓人等等。那一般 CSI 犯罪现场就是已经把它连贯了，鉴识人员自己又当刑警，但实务上不是这样子。另外呢，在法医的部分又是属于另外一个单位来负责。比如说现场有尸体的话，那尸体你要进行相关的尸体相验啊，还有解剖啊等等，那会有一些检验啊，有一些结果啊等等。那这些结果要给检察官，检察官再来指挥，还有刑警啊等等，在进行一些疑点或是有嫌犯的时候，在进行嫌犯的缉捕。所以它是一个 teamwork， 它是一个团队的整合概念，而不是说一个鉴识人员我马上去抓人，抓了以后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已经把它已经一条龙化了，就是整个一贯的。其实在我们实务的侦查工作是各执所思，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工作。但是我也想帮网友问一下，就是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常常有那种按一下就可以比对指纹，然后凶手就跑出来。很多人讲的，我查到指纹，我丢进去马上会出来。有几个先决的要件：第一个，你这指纹足以辨识；第二个，要有12个特征点。指纹是一个文献嘛，比如说文献呢，一条线突然插住2条线，插的那个分叉点就是一个特征点。另外呢，一条线突然断掉了，线的端就是一个特征点。有一个线突然变成一个像眼睛一样，那个也是一个特征点。还有一个点一个短线之类的很多了，大概呢有5种，一般5种，但是分歧的比较多。那12个特征找到以后呢，电脑呢，你包含这些灰尘啊等等那些踩到以后，电脑会把它当作它是特征，因为呢里面很多的污染嘛，很多的杂质，所以电脑它讲实话它是很笨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把它放大，踩到指纹放5倍大，然后呢用一个透明片重描就很清楚了嘛，然后再给电脑去扫，哇，那就很快，马上就可以比对到了。其实比对很多人说马上就告诉你他是阿善师他是谁等等，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是用分数排名，最高分第1名、第2名、第3名、第10名，但是嫌犯不一定在第1名，有时候是第2名、第3名、第4名。所以你要去找，用人工一个一个去 double check。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指纹丢进去等等，其实整个过程之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步骤。鉴识科学有哪些的分类啊？有物理鉴识，比如像车祸。第二个呢，化学鉴识有一些什么东西，你这个白色粉末是不是毒品？还有你的尿有没有吸毒？等等这些一定要用化学的方法嘛。第3个叫生物鉴识，简单讲就是 DNA。现在几乎 DNA 呢非常的热门啊，因为呢它几乎可以比到就是你而不没有别人会一样，除非你有同卵双胞胎。那再过来呢就是现场鉴识，现场怎么样去采证、分析、重建等等。那我阿善师这一部分就是我的专长，现场怎么样去收证，然后怎么样这些证据要送哪里去分析分析的结果你们怎么样要拼图，怎么样去解释，把这个案件呢把它拼凑起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的犯罪行为一个模式呢所延伸出来的叫数位鉴识，像诈欺就在他的手机，还有呢他相关的这些网站相关的这些像联络的 Line 啊，联络的 Facebook 啊联络的这些里面。那这个方法就不是我们传统采指纹、采 DNA、采什么，它就变成非常专业的电脑资讯的科门。当初这些鉴识的警察是怎么样选择专业的除非我对这个专业非常有兴趣那你可以去特别去选。可是我们一般毕业呢来讲，基本上你没得选了，毕业就看你分数嘛。对所以第1名的很拽啊，一上去呢100多个缺在那边，可是缺没有告诉你要做什么，只告诉你到哪一个警察局去了，我一派到一个很冷门的都有可能啊。像我阿善师刚开始我毕业也成绩还不错，我第2名，我也很拽啊，上去哇都是一排的那个机会给你选，可是他底下没有说你要派哪一个分支的单位，他只是到警察局，我想要台北市台北市首都嘛，就勾台北市，就一去了以后派到刑警大队也不错啊，刑警大队派去了。刑警大队的鉴识组，那时候鉴识是什么东西，没有人搞清楚当时是不小心走进这个，对了，怎么大家没概念啊？那你这样当初会不会有点后悔？就是如果或者是早知道，就是我可以去外勤会有这样子吗？还是觉得其实这个也不错？我分发到台北市刑警大队，我很高兴，鉴识组
有一点失望。早期的鉴识工作呢不进步，以前找到指纹、找到血迹等等，没有电脑啊，你要一张一张比几百万份，你怎么去比？所以在那样的状况之下，刑警就很喜欢用什么？他们称为科学办案，以现在来讲叫做刑求逼供。他们外勤讲科学办案，不是去采指纹、采什么东西的，我们把它弄个科学办案。科学就是力量，所以是力对，然量后快，很准。所以呢，刑求在那个年代几乎非常的盛行了。就基本上是警察也是没办法，因为他被压着，我一定要破案，我就打你。那你被打的人，搞不好他自己也没有罪，但是他真的受不了了，他就讲，可是讲了以后，所以才会造成讲了以后去找。根本就没有赃物，也没有这些犯罪的东西，那就被冤枉嘛。哇！以前呢，鉴识单位是没有人要去的，所以他有10到15年的断层。可能这几年问说阿三子你为什么不走？我当然想走啊，我也想走啊。我待了33年了，从进入一直待到退休都在同一个单位，所以我常开玩笑。侯友宜是我的学弟，他慢我2年，他分发刑警大队，我也分发刑警，我还是比他早。我是他的学长，他有幸登到外勤队。所以他今天可以当市长，可以选总统。那我阿善师分到鉴识单位，如果早期我有机会跑外勤队，今天选总统的就是我阿善师。开玩笑，纯属开玩笑。那阿善师，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工作会接触到很多命案，你会不会觉得毛毛的，就或者是觉得很害怕？当然毛毛的。第一个，我们不是看命案，我们还要看解剖。你要综合整个案情等等，你解剖要不要去看？当然要去啊！早期我真的很怕鬼，所以每一次我值班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地方都很小，而且有时候会有人参访，我们都要贴那个尸体的照片。对，那时候空间小，没有什么值班室，所以我们就要睡在那个电话底下，用行军床，哇，用折叠的这样子，就在电话底下，眼睛一看，哇，全部整个墙壁通通都是尸体照片，就这样的灯大的一直看着你啊，哇，好可怕。后来我值班就必须一张一张花1个多小时把它贴起来。第二天起床再把它报纸再拿起来，因为呢一看到一下真的会吓到。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还有看到阿善师你说林宅血案是改变你人生很重要的案子，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林宅血案呢，它给我的那个冲击是最大的，而且改变我最大的。怎么说？它的发生的日期69年2月28号。那时候我就知道228事件，但是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不是亲身经历的。最主要是连那种2个非常可爱，他死的时候还是呢有一点这个脸部的表情啊，有一点惊恐啊，但是非常可爱，双胞胎女儿，连那个还有呢非常淳朴的她的妈妈，就是一般的妇人都要杀，而且杀的都很惨。为什么连小孩子都要杀，老太太都要杀？到底是什么因素？我就想破案啊，可是那时候科技的水准低，然后现场一堆人进去了。没有概念，对，大家没有现场保全的概念，所有的长官都进去了，然后呢，科技又低，然后又没有电脑、指纹比对啊等等，这些通通没有，也没有 DNA 等等。那你现场我刚刚讲到，你找到了基证，后来这些基证一个一个辛苦的排除，现在得到的基证是0，主要是现场也被破坏了，科技不进步啊等等。那时候我是菜鸟，刚毕业2年。我对这个案子，我到现在那个印象都不会忘记，所以他对我冲击很大，说我在鉴识工作这样做，我可以帮忙这个案子，我到底可以帮到什么程度？所以也是因为有了这个事件，才会开始对激励我，对投入更多的热情，对投入更多的努力，所以我开始下定决心，我要进修，我要拜师学艺，所以我到美国去投身了那个李昌钰博士。我好奇，就是鉴识这件事情，它的准确度，我相信因为科学嘛，一定会有一些是出错的。那它是一个很容易出错的状况吗？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叫 Innocent Project， 叫无辜计划。那国内也有冤狱平反的相关的这些学会啊等等。其实你看他们平反的案子，几乎都是20、30年前，对，非常非常久，非常久的。他有没有平反最近的比较少？可是我们回过头去看，20、30年前的案子，在那时候的科技不进步，然后大家对现场没有保护的概念，没错。对不对？然后呢，采证的技术也很低落，也没有指纹电脑，也没有什么电脑可以比，所以大家就认为这个没有用嘛，科技没有办法 support 你嘛，所以呢，就会强势逼供的方式。后来这个案子呢，很多都是经过现在高标准、高技术来看待这个案子，包含美国的无辜计划，很多发现的证据，他们证据都还在啊，一做的时候发现 DNA 不是他的，那时候呢，认定你有罪是70分。前科一堆的，就是你干的。
可是现在的水准现在有证据的时候呢，那个新增的水准就会提高，会到95分，甚至到100分。还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是因为这种科技进步，然后让那种悬案它可以突然被侦破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有一个承德国小。一个女童的案子，有一个女童的案子，就是一个女童3年前呢，然后呢在承德国小，然后中午的时候，被性侵杀害。他是利用了那个低年级的可能就放学，还有的呢高年级的家长会送便当，所以门口就一堆人，对，知道吧？接小孩送便当的，然后送便当的就很乱，歹徒呢就趁这个机会就混进去了。电脑工程师然后喝酒喝了以后就混进去了。混进去看到一个学童，他落单，他就骗他说我是学校老师，我需要帮忙，因为这东西需要帮忙，你能不能来帮我？就把他骗到礼堂的那个楼梯最顶楼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性侵了他。那这个案子呢，在当时呢，基本上也是很大的案子，一个学童在学校被性侵杀害，那多严重的事情。后来我们当然也到达现场去，采到在女童的下体啦，附近也采到一些卫生纸啦等等。最主要性侵就是精斑嘛，在早期精斑能做到什么？就 ABO 型嘛，对不对？验出来好像我忘了是 O 型还是怎么样，一看没什么用嘛。可是那个时候 DNA 刚开始，我们想说试着用 DNA 看看嘛。可是 DNA 不是一下子就很进步啊 ，DNA 它的误差率刚开始是从1万分之1到10万分之1，可能到50万分之1、100万分之1、1000万分之1，现在达到多少？100亿到1000亿分之1的误差，表示非常的精准了。就是说，只有你没有别人，除非你有同卵双胞胎了。那时候呢，做 DNA 做的比较厉害的是警察大学。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证物呢送到警大去。那警大有一个李俊毅老师呢，他是 DNA 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最厉害的，送去以后呢，可是一直对不到，久了以后，已经大家慢慢的那个力气、那个力道就没那么大了。然后呢，这个证物呢一直留在警大，就那么巧，冥冥中真的注定。有一天呢，案发地就是南港，他有一天抓到一个性侵的一个嫌犯，突然他脑筋一想起来，20年前他曾经看过承德国小这个案子。他说这个人跟他会不会有关联？所以呢，他就开始派人要找证物，一个一个翻，一个一个对啊，终于翻到了，证物还在啊。找到以后呢，送去刑事局的一比对，不是南港怀疑的那个人，不是他，那大家又很泄气了啊。一般呢，你证物只要进入到刑事局的实验室。验完以后他就会见他那个叫冷案重复比对，结果半年之后呢，这个真正的嫌犯档案进来了，20年哦。如果早期我们把证物拿回来，没有破案的证物，我们不会自己留，这太多了。后来我们就会还给分局，分局有3次的大淹水，分局他会把证物都摆在地下室，如果摆在地下室3次大淹水，一定不在了。刚好我们这个美丽的错误摆在警大很高，很高又淹不到水，没有淹水，所以20年后。终于找到了，这个真的是科学的进步。那这样子进步了之后，我们提高很多破案率。阿善师这边还有没有觉得台湾的这个鉴识科学还有哪里是不足的？第一个呢，因为我们现在呢鉴识呢分散在很多单位，宪兵也有鉴识，调查局有鉴识，海巡有鉴识，警察有鉴识，分局都有鉴识等等。所以呢，我们鉴识呢是不是会有一个国家级的单位把它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总合起来？那这些人呢？还是在原单位，但是你那个组织编制是不是有一个国家级的制度来 control？ 这样的话呢，第一个我们可以互相切磋，第二个呢，科技才会进步，科技开始去研发嘛，等等，不然现在大家各管各的嘛。第二个呢，在国外其实他们有一个制度，就是私人的挑战，譬如说我今天阿善师我退下来了，有人发觉说你这个鉴识做得不好。或是呢，实务单位做得不好，他被冤枉了，或是呢那个鉴识呢等等，他觉得他真的不是他做的等等。今天我在公家单位服务，可是我可以用自己的时间，合法的兼职受聘被告来聘请我，而且收费的，而且是合法的，来质疑对方公家机关的鉴定，譬如说 O.J. Simpson， 透过讨论让真实可以越来越逼近。那我们法庭就是辩论的地方嘛，所以交互诘问就是专业对专业的对话。这个人被冤枉了，你这个鉴定是错误的，甚至你鉴定夸大去解释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是希望说，这样子是不是让我们的鉴识，让民众的冤枉，真正有冤枉的，可以几乎慢慢的消弭掉，然后呢，鉴识
可以，因为有刺激有挑战才会进步啊。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未来想从事这种鉴识工作的人分享？第一个，鉴识不是像 CSI 喷嘴影集这样演的，强调一下不是那么美化的、艺术化的，鉴识很辛苦，所以你学识一定要自己先充实自己。第二个，你真的要有那种执着之心，不然的话，你碰到那种尸体啊、惨状啊等等那些，基本上你可能会退却。你不能有那种为利啊、为了利。为了公民等等那种想法，因为剑是不可能升官的，对不对？他只是为了走了33年，对啊，像我现在就是阿善师就是很好的写照，不可能升官的，只有退下来，再自欺欺欺胡说八道一下，这样子你绝对会有机会帮这些死者来伸冤的。好，最后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阿善师有经营一个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阿善师鉴识实录。此外呢，其实也有这个继续教学啊、演讲，然后指导这个鉴识科学营队，还有上电视节目去解析一些刑案等等的，那很致力的推广这个鉴识的科普教育。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去阿善师的这个不管 podcast 或者其他的节目去搜寻看看。谢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阿善师，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不要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哦。那今天这集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谢谢大家。